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国内以及国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全球都在看美中的谈判，现在第一轮昨天晚上9号在美国时间已经谈判结束，还有下一轮马上就要进行了。在伦敦的这个贸易会谈的首日，川普说跟北京的关系很好，习近平是我好朋友。那接下来，但他也说中方不好应付。经过6个小时讨论之后，今天美国时间、台湾时间有一点时差，还是会继续那川普同时也在搞国内的各种移民的镇压呀，但中方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他这个生日阅兵前最重要的事。美中伦敦谈判稀土交锋，川普他很有信心，他喊话呀，我们会继续看，全部都是好消息。对方是不是会解除所有稀土，因为他最关心的稀土的出口这个要求会全部解除来给美国吗？那他说会继续看。《华尔街日报》则是说，川普授权要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限制什么呢？包括晶片，还有各种高科技产品吗？授权贝森特的团队可以取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中伦敦的首日谈判结束之后呢，美国的让步底线曝光了，这个是白宫经济顾问他所谈出来的内容。他说呢，川普政府预计在伦敦握手之后，美国的任何出口管制，任何都将放宽。而大陆呢，也会将大量释放稀土，在美国最需要这一块的领域上，美国不会把 AI 晶片大厂辉达生产的最先进 AI， 就是 H20纳入其中。所以除了最先进的以外，都可以放宽吗？那其实如果最先进的不给，大陆其实自己也有不是那么高阶的晶片，说真的，影响也就没有那么大了那任正非上一节我们也谈到了，以华为的创办人的角色来看，华为这几年的快速进步，虽然被打压到底，快速的反弹。当大家问他晶片会影响吗？他说其实根本不需要，不用担心，他们可以克服。那面对外界的打压他回答的是说，这个话如果我们用台湾语言来翻，就是说不要去想困难去做就对了啦因为他这个说法是大陆用语然后他总之想困难一点用都没有，重点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不要这样啦台湾话所以当美国的新武器要反击大陆稀土这种牌在互相对峙当中的时候，中国大陆4月的宣布加强对部分稀土的管制新规，被解读叫做外交牌或战略武器。新华社的报道，中国的目标是规范出口，不是禁止出口，目的是促进遍地的合规贸易，而非切断正常的商业往来，相对非常的有高度。同时，它也对于所谓的规范出口可以有空间，根据他们目前所规范的法令来跟对方谈判。所以，对付稀土的断货新筹码，美国限制什么呢？以往这2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闻说，我们这个 Bloomberg 报道的以往中国大陆很依赖美国，所以川普这几天就开始进。想到什么就进什么就进什么，就这样可能可以迫使中国大陆妥协。可是其实很快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就找到了替代的渠道了所以当川普关税美国企业最担心的各种的问题一直在焦虑当中，但外媒报道，川普已经要求美国的企业暂停向中国出售核电厂，又来了设备又来了。上次谈的时候是边谈然后边限制别的宣布。那这次也是一样，边说我们双方谈得很好更多的开放，一边又开始限制国内的厂商去出口核电厂。不过南华早报分析对美企来讲，这不见得是好事，并没有办法阻止大陆加强开发的力度，反而会让美企遭遇到很大的伤害，错失庞大的中国市场卖不了，美企反而活不下去吗？不论甚至曝光一个潜在的预警，过去几季美国的市场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库藏股几乎都回购发放股利了。现在美企呢不敢大量的增财，不敢的用员工，那因为各种的变数太大，反而在川普发动关税战之后，营运成本不断的像一个温度几乎上忽下，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成本的情况之下，获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现金水位更减小的情况之下，整个运转能力转弱这各种的预警，包括联准会，都会是未来整个经济下滑的
关键指数错了蛋。所以，川普大而美的各种预算，经过了立法院、国会的各种游说，终于过关了。这也是马斯克反对的原因。但砸掉840万个饭碗呢，这也是70家公司代表美国企业没有办法接受的，也准备要去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呢，是不是有办法把这个措施给改变呢？因为这叫做899条款。马上呢，可能造成的隐形影响，削弱司法制衡权力，对外投资设障碍，医疗体系这很重要，保险制度弱势可能不再有各种的保障，还有移民法扩权啊，各种的债务负担啊，太多的问题，7大的隐形，重塑伟大的美国。可是最基本的就是光就业这个岗位的议题，都会是重大的挑战。赖老师，我觉得中美的谈判现在第2轮第2天也。目前来讲，消息还没有出来，在伦敦啊。但是我们从整个美国的趋势来看，美国很明显的，它已经没有很大的谈判筹码。第一次的谈判是在日内瓦，那是这个何立峰到日内瓦去访问，接受日内瓦的邀请。那他就说，那中间有空，有2天的时间，你愿意来就来吧。那美国就专程的从华盛顿飞到了这个日内瓦去，这代表什么？美国已经没有以前的筹码了。你看，美国跟任何一个国家贸易谈判，日本人是飞到华盛顿去，来求我啊！那来求啊，已经飞了5次了飞了5次，现在要飞第6次啊！再过2天，13号的时候要去谈第6次了，因为他们必须要赶在17号这个川普到加拿大去出席 G7 的峰会的时候，看石破茂能不能跟川普搞定这个日美的贸易协定。可是这是你看，不管是欧洲也好，日本也好啊，或者是台湾或者是什么，都是往美国飞。但是中美的谈判是美国配合中国，何立峰到哪里，他飞到哪里去。这次是何立峰接到伦敦的邀请啊，跟伦敦的财相跟伦敦的这个首相他们都有会面，要谈中英之间的合作关系。结果你看，美国3位大将就从华盛顿专程的飞到伦敦，完全配合他的行程。他就说，那中间2天有空就来吧，那他们就飞过去了。那从这样的一个举措跟动作，我们看到美国坦白说没有很大的谈判筹码，原因在哪里？虽然在日内瓦谈判结束的时候，那是关税的谈判，彼此之间都降到10%的相互对等。那有人说美国是30%啊，因为加了芬太尼20%，而中国当时对于美国的反制措施，他说仍然有效啊，还是没有废除掉。接着美国开始对于中国大陆提出各种限制了，晶片啊，说谁买华为的啊，这个我就制裁谁。然后又说 EDA 不能够卖给中国，包括西门子在内。然后又说核能电厂不能卖，现在连乙烷还有丁烷都不准卖等等的，所有的动作做一堆。那中国大陆其实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也就是说，它没有在日内瓦谈判之后增加新的这个禁止限制，没有。所以中国大陆是完全遵守日内瓦的精神，而美国却是增加了很多的禁止。那中国大陆用什么方法来卡住美国呢？大陆只是把稀土的管制，因为原本就已经有管制了，但是只是它更从严从难。那也就是说，打击走私，打击不法。那这个打击走私，打击不法，美国过去可以从黑市里面，可以从边界里面，可以从鱼目混珠中，从日本这边抢到一点稀土，现在很明显的都没有了嘛？为什么？因为都被断了。为什么？因为大陆建立起一套稀土的监控机制，也就是说，假设你是福特汽车公司，你福特做1辆汽车，你要10几块稀土，包括你的雨刷，只要是电动的，包括你的这个避震器，你只要是要把那个泵浦打开的，那个都是需要用电池就是磁铁了，要去启动它。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买不到磁铁啊，因为磁铁都是从中国来的。中国大陆很快的就是我可以出口给你，但是你1年产几辆车，我可以用 AI 人工来去计算，它可以计算出你1年卖几辆产几辆，我只给你1个月需要多少份，
或者是你1个礼拜需要多少份，我就给你1个礼拜的份，我就卖给你1个礼拜的份，我不会多卖给你啊。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你处于一个有一餐没一餐的一个饥饿的一个状态。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对川普来讲，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一次的谈判中，就派了卢特尼特。卢特尼特就是不准美国的企业跟中国做生意，不准赚中国人钱的那一位商务部长。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很矛盾？美国人不是一直在说，你中国人赚了我很多钱，每年你赚我2000多亿，快3000亿美元。可是大陆说我要给你买1-2千亿的晶片了，你不卖；我要给你买这个飞机的引擎，你不卖；我要给你买东你不卖，买西你不卖。你要卖给我的，我到处都可以买得到。你要石油天然气，俄罗斯的更便宜啊；你要大豆牛肉，巴西的更便宜啊。你要卖给我的，我到处都可以买得到。那我要买的你不卖给我，然后你就说我们的贸易不平衡，你这个脑袋有没有问题啊？这你商务部部长，你脑袋有没有问题？这次要的就是商务部长来参加这个会议，那也就是要来说明清楚、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这个不准卖，那个不准卖。现在对美国人来讲，为什么稀土那么重要？一架 F-35战机要23公斤的铵，而这个铵几乎100%，至少90%都产自于中国大陆。现在大陆就不卖，美国的任何一架战机就做不出来。是，这次中美谈判看起来，川普很乐观，他不断的对外讲话都是哇，非常的有信心。那美股或台股的表现也是对中美谈判很有信心。但是呢，大家也在看，接下来川普可能要访中啦等等的。委员，您认为这次的过招有机会得到双方都赢的结果吗？说完全让大家都满意，大概不容易。而且呢，你碰到川普，他是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人？所以他的政府里面对他的影响的人，有的是拉扯这边，有的是拉那一边。他在中间，他是翻来覆去。比如说商业部长跟财政部长，他们的很多的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大陆的处理的方法，他们都不太一样。这样讲啊，这次的谈判，因为前面那一次已经在日内瓦谈了1次了嘛，这次第2次啊，这第2次谈了6个小时，你可以说表示议程很丰富啊，要谈东西很丰富。可是你第1次已经谈完了，症结在哪里，大家都很了解。你也各自回家，有这么多天在做准备了，就再过来，大家还有6个小时。我大概想，这6个小时里面很多个时间，大家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所以整个的来看哦，我觉得川普讲的话里面有一个是我认为是最真实的。然后问他说，他讲稀土问题是不是解决了？美国是不是就可以获得中国大陆稀土了？川普的说法是我们会再看看，我们会再看看，表示他自己虽然一方面讲说我跟习近平很要好啊，我跟中国大陆关系很好，一方面他说经过6个小时的谈判，他还要说我们会再看看，可见还没有谈完呢。哦，那美国为什么这个时候一边谈一边又放出来说？有关核电厂的这些设备啊，这些他不会再卖给中国大陆，就表示还在谈判嘛，他还在拿东西出来要威胁中国大陆嘛。哦，然后你看他讲说这晶片的问题，这大概会让步，美国会放松啦，不是让步。但是呢 ，NVIDIA 的这个 H20不在其列，不在谈判之列，不在放宽之列。那你这个东西就是美国现在还在玩嘛，他还拿东西出来说，我这个不会给你啦，我这个东西也不会给你啦，这2样东西对中国大陆都很重要。那你说所以你说这个谈判到最后说会不会非常顺利？我是不认为的，不容易。好，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稀土的问题啊，中国大陆的态度，坦白讲，第1次应该日内瓦谈完以后，中国大陆有相当程度的用默认的方式来同意说放宽。可是回去以后，其实没有做什么动作，因为他想这个就是我一个保命的东西嘛。好，当然你可以说药品的原料也是一个啦，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稀土，是他要抓在手上，不要轻易的放，因为他晓得我这东西只要放出去我就收不回来，那我就前面的路就会变得前途维艰了。所以我这2国之间
不是只有单纯的经贸问题，有军事的问题，有外交的问题，地缘政治的问题，这些整个气氛都影响到双方在谈判时候的心情、那个氛围，以及川普最后的拍板定案。所以我只能说，中美之间最近股票的反应是好像很乐观哈，真的。我如果跟川普这个人打交道，大概你很难很乐观。你今天乐观，明天可能就不乐观，因为他的做法就是上上下下拉扯，是他的个性如此，或他对事情没有把握，或者他有时候也不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不晓得。不过他觉得跟中国大陆谈判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可以跟你讲，跟川普这样的人谈判哦，不仅不容易，而且不可信啊。他天天在翻来覆去，也在变嘛。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说核电厂的设备以后不卖给中国大陆，你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少核电厂吗？已经在运转的那个机组了，核电厂机组大概57台，那现在正在新建大概28台，随时都有一些都先完成，还在其他的这个102台里面，其他的大概还有几十台是已经审核完，大概很快就要再动工了。中国大陆已经累积了很多建造核电厂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他将用核电厂这个生产的这个电力，在全世界都排第3呢。他是在这个核电厂这方面，他算是个大国。我不相信说他搞了这么多年核电厂，累积了这么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生产、建造、生产、运作的经验，说美国一句话就把它给堵死。我认为倒不见得。所以有人会说，你最好不要拿这个东西去堵这个中共，你只会加速它完成它的整个的这种设备的获得。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是我相信投资人的心情是相信川普投顾不会让自己亏钱啊。将军怎么看呢？现在包括了最重要的是国防的对峙，各种的精准的物资的需求，现在谈判的关键。我认为这个美中在这个伦敦做谈判呢，虽然有一些达成双方的目标，但是我认为在长远来看呢，未必看好，因为两个虽然有短暂的合作，但是长期的对抗的结构，我认为还是没有办法撼动。那这一次的谈判，中国大陆把稀土的战略，它是个战略资源，把这一张牌打得很好。因为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包含航太企业，也甚至包括了医疗，比如说核磁共振都要稀土，那是稀土的材料，中国大陆是占全世界的将近90%，所以美国最大的稀土来源也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掐了这张王牌，把这张牌打得非常的好，然后让美国在这一方面，在经贸谈判、关税谈判上面不得不有所调整，甚至让步。所以看出来，中国大陆这一方面还蛮灵活的，美国还真的拿了没办法，只好主动释出善意。但是按照川普的这个性格，摇摆不定、捉摸不定，那能够是不是会有长久的合作或让步？我认为未必。我认为要保持一个问号，保持一个怀疑才对。另外，我认为川普这个战线开太多，使他不得不让步，因为他的国内的战线，你看，包含这个洛杉矶的暴动、加州这等等。还有的，他现在大而美的政府希望能够裁减瘦身他的联邦政府，但是没有办法。他在2024年去年，他的联邦的赤字，联邦的这个赤字就是1兆8300多亿美元，太多了。就算不管怎么瘦身，今年2025年还是联邦赤字，没有办法。而且今年开始以后，每一年的美国的政府的国债，它的国债息都要它的利息，不管是1年息、5年、10年、20年息，总共平均起来都要变成4.3%，就是超过1兆美元了。每一年付这个国债息就要1兆美元，你不管你任何事都不要做，你光付这个国债息就不得了。再加上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所以来看的话，那美国这个结构哦，它不要去调整结构。如果不调整结构，美国的它整个的经济的发展，包含国内的经济的展现，都会产生非常大的障碍。美国其实这2天最让大家瞠目结舌的，当然是川普出兵
到加州。加州这里除了有国民兵，现在已经有2000人左右。现在最新消息是，他又加派了700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开进了洛杉矶，连海军陆战队都出动了哈。这个所谓的军事介入，川普有他自己认为合法的来源基础，认为他跟州长都可以调动国民兵，而目前宣称联邦单位提供持续的支援的情况之下，呼吁动用军队要震爆，甚至是跟洛杉矶警局的局长说的，你要多动用军队才有办法控制住情势。警局局长承认事情已经失控了，包括各种的攻击、跟冲突、跟暴力的情况。而这700名海军陆战队部署到洛杉矶去，州长纽森很不爽啊，他说是独裁总统的疯狂幻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政府有义务要捍卫联邦执法人员的安全。他们说很多的联邦人员 ICE 的人员要去抓非法移民，被攻击了。所以这次移民抗议的冲突，川普拿军队来镇压。他公开讲，如果我是霍曼边境沙皇管移民的这个官啊，他说我会这么做，逮捕纽森，把州长抓起来。我觉得这很棒哇！然后当然纽森他说要抓把我抓起来，洛杉矶市长说把我抓起来。他说美国正走向威权，到底这样的冲突会扩大到什么程度？现在看到的是连外媒记者都被用枪来攻击的，看看这个画面。警方正在用催泪瓦斯进行攻击，非常弥漫。它就是刚刚打破的警方的催泪瓦斯的残骸。我也在冲突中2次被击中，脸上都是火辣辣的。我们摄影记者腿部中弹，被橡皮子弹打出了严重的血痕跟伤痕。You just shut the fuck up! You okay? I'm good. 还好现在是橡胶子弹哦，如果进一步有火力攻击会是怎么样的？连记者都被不管是催泪瓦斯或子弹攻击当场倒地，包括《纽约时报》、《纽约邮报》，还不只是澳媒啊、新华社啊、大陆的记者，《纽约时报》记者也一样被橡皮子弹直接击中颈头部这里当场倒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说要打击非法移民。川普说第一次要在美墨边界军事区进行拘留，这个所谓的一定要把移民骚扰之乱围捕到底不可，当然也跟在民主党的深蓝州当中的竞合有关系。纽约时报分析认为，这次的冲突根本是川普一直在等的机会啊！它的核心正是议题呢，在深蓝州跟主要的对手展开对决。这一次呢，纽森是成为英雄，下次成为跟他对手的总统候选人，还是被他打成 loser， 就看这一仗。所以大家都会演很大嘛。然后川普形容纽森是扭渣，然后长期把他当作攻击对象啊，他说他很无能啊，笑他。我是蛮喜欢他的啦，但是真的很无能，骂人可以这样骂，这个是总统哦。然后所以当移民跟海关执法局局长承认正在围捕什么，被媒体问到的主持人问他，他说被逮的 IC 特工所逮捕的人都是有犯罪记录吗？像你们所形容的一样？他说绝对不是，很多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但问题是他们可能都没有合法，他们都是非法的移民。那所以洛杉矶反 ICE 的暴乱，现在很多是合法的移民站出来了，不只是非法的移民了。那么高喊口号，继续骂川普。看看现在画面。看到画面是他们在烧美国国旗，可是这个是蛮讽刺的画面。他们是移民，他们拿着自己国家的国旗，很多人，那烧的是他们想要留在美国的美国国旗，因为现在美国要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就是美国的街头一角而已。那有更多的冲突画面，示威群众包围联邦大楼的画面，来看看这个画面。他们在包围过程当中也痛喊，他说川普根本就是纳粹。这样的包围一波又一波，而且是这样的示威抗争行动，不止在加州，在纽约，在旧金山也都陆续有各种示威，但目前就是在加州的部分是最激烈的，加以镇压。有不具名的示威者说，把川普指成是白宫里的纳粹，主张白人至上是这次的问题，所以很多共和党人也许支持哦。白人至上不应该存在一个多元种族的自由的美国。还有拉丁美洲裔的移民，他讲出他心里最痛的一句话，听他们怎么说。All told us to come here for opportunity. We came, and then now it's like
like, oh, you have to leave. But when I was the working class, y'all loved me, right? But now that we're too many people, what's the issue? 就当年需要我们来帮你们打工、做工、人力劳力的时候，要我们来啊，等你们觉得不需要我们，还是我们变社会的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就要把他们赶出去了吗？那加州是反对这种，他们是愿意庇护这些移民的，以至于跟川普政策完全抵触。那加州抗议要各种的抗议还在进行当中，但马斯克的角色有意思啊，这是不是一下子可以转移他们两个人这个情变分手的新闻吗？所以才会派兵吗？但马斯克这一次非常有意思，他转发了很多条川普的贴文，声援政府在赶移民。那这种发文蛮稀奇的哦。同时，红色特斯拉，川普不是说我要卖掉吗？我再也不要用这种没有用的烂车了哦。结果现在他说不卖了。他还说，我不介意跟马斯克说话啦，我猜他也想跟我谈话。分手马斯克，这不是我们形容，真的是连美国媒体的封面都这样形容的。分手马斯克，川普说仍然会把星链留在白宫，因为星链是一项很好的服务。其实美国也不能没有星链，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有意思的是这一对分手的兄弟嘛，好，他们现在的关系很有意思。Elon Musk 曾经公开讲，他公开发文说，我有必要的时候我会道歉，然后还特别跑去 S 上面一段川普发言的影片里面发了一个爱心符号。这美国现在的这种各种的局势之荒谬，就像这场镇压一样，举世震惊。美国时间洛杉矶礼拜五爆发了这个示威抗议，它是可控制性的，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川普跟他的同伴，他们有意的把这个事件激化。现在纽约的警察局局长说，这个事态已经开始逐渐的失控了，没办法控制了。那川普他们怎么激化？他们用的方法很简单，他们用的方法是在可完全控制的情形下，而且呢，在州长跟洛杉矶的市长都认为事态并不严重的情形下，他越过了那个加州的州长纽森，直接调动国民警卫队。调动国民警卫队就是故意激化这个矛盾跟冲突，因为你把军人这种投入这个跟应该是由警察完全能掌控的一个地方，然后由他来接管的时候，他就是故意激化的意思了。那果然这个被激化成功了，因为目前看起来他们的对立冲突越来越大了。马上他们就宣布说要把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是在海外作战用的马上枪头转向他们自己的公民，然后荷枪实弹的就进入了这个他们的战场。虽然他们有说不要随意动枪，不要随意这个用武器，除非你的生命或者是你受到威胁的时候，你才可以动用武器。除非，那也就是你还是可以动用。他们并不是用橡胶子弹，他们用的是子弹，用的是杀敌人的子弹，刺刀也带过去了。那你想想看，把这样的一整个建制营的海军陆战队700多人都拉进这个战场里面，所以事实上这个战场已经在蔓延了。它不只是在洛杉矶蔓延，它也不只是在原来的巴哈孟这个地方在烧开，它在洛杉矶的每个地方，它已经烧到美国的很多的城市，德州也发生了，纽约也发生了，我们看到西雅图也发生，很多地方都烧开了。这个就是川普要看到的结果。川普为什么要这个结果？川普要把这个事件烧大了以后他有2个，第一个掩盖他从上任以来到现在一事无成的无能。第一个，你看没有人在关注俄乌的战争了。俄乌的战争，事实上俄国的报复行动比以前更加的激烈了。一个晚上出动470几架无人机去对基辅、对各地方进行轰炸，但是没有人报道了。美国人、政客也不关心了。川普说让他们打一阵子吧，为什么？因为他无能力调解。你看以色列杀这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已经杀到红眼了，而且部队就是已经开进去了。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人大学有没有人关心？没有人了，大家都关注在这个议题上。马斯克本来他们情变的消息讨论好多天，现在变这样一个角落了。但因为马斯克的问题是在于，这也是川普的无能啊。他的团队里面，你看国家安全顾问
被出了一个泄密案，被调到当联合国大使。马斯克跟他闹翻脸，然后开始丑闻越来越多，而且丢出来的都是炸药性的丑闻。这样子斗下去的话，马斯克有本事哦。马斯克在 MAGA 里面的支持度不亚于川普的支持度，所以他已经要另组一个新党。你看两个人斗到这个情形下的时候，突然间，给他们一个媒介，就是马斯克在他的 X 上贴了2个文，一个就是川普的文章，一个就是范斯的文章。川普马上就是说，我可以跟他打电话，可以跟他见面，两个人好像在寻求和解。整个动作你看看，美国的川普把政治玩弄在手中，把美国的国家安全、国家的内政玩弄在手中，不应该这样做啊！我蛮同意翁履中教授形容，他这个叫做证明了一件事：富不可敌国。我虽然很有钱，但是有权力在手上的总统啊，还是让一点好了。所以委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美国最核心、基本的价值的一个破坏。最基本的人权的价值啊，所谓多元种族的公民啊，现在川普直接拿军队告诉你，我说了才算。2020年，因为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所引发的这个暴乱比这次还大。但是呢，那时候总统也是川普，有没有动用军队？没有，他是要求各州要派国民卫队。后来也的确24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就派了。也大概不到2万人的这个国民卫队嘛，他这一次就要用军队，我认为他有一点，这一次我觉得他比第一任的时候更加有决心，更有信心，说他要处理所谓的非法移民的问题，在法律程序上也是。第二个，我觉得他是要为自己扩权，他要创造那种政治那种氛围，那个环境，就是说民主党一蹶不振。他现在就是在垄断很多的权利啊，但是这次我们讲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暴乱，你看哪最多的国旗的那个旗子不是美国国旗，墨西哥的国旗，你知道为什么？1847年的时候，美国跟墨西哥打了一场战争，割让了一大片土地给美国，其中很大的一片就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就是被美国所占领了。所以在加州的很多墨西哥裔的人，甚至不是墨西哥裔，是墨西哥旁边的 Latinos， 那其他的拉丁裔的这些人，都觉得你这个土地本来就是墨西哥，不是你的。那我们只是来这边打工，而且我们很多也成为了合法的居民，那你怎么对我们非常的歧视呢？刚才那个移民讲的是很对的，他说你们以前需要劳力的时候，那些出工都我们在做啊，就现在就不需要我们了。我跟你讲，做过民调，美国做过民调，最新的民调里面。有大概70%的美国人说，那些非法移民做的工作又流血流汗那样的辛苦，他们是不会去做的，低薪，对不对？都是他们那些人去做。所以你说你真的把这些非法移民大概就11200人左右了啊，不，这真是1100多万人呐。你如果把这些人全部赶回去的，我告诉美国经济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惨。你知道南部、中西部很多农场，番茄没有人采了，酪梨没有人采了，葡萄没有人采了。我告诉建筑业的苦差事也没有人采了。所以我觉得共和党政府就是川普啊，你们现在在对付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的时候，你们要想想看看人家对你的贡献。而且美国也做过民调，多数美国人认为说，这些非法移民只要他们没有犯罪，不要逮捕他们，不要遣送他们。你川普今天做的事其实是违反民意的。是，所以将军，大家研判起来，究竟这次的镇压之后造成的各种的暴动跟抗议，会是只是局部区域可控制的吗？军队都出来了，陆战队都准备好了，所以不会扩散吗？还是会演变成美国内部非常大、更加扩散的暴动？我认为川普失策了，他应该协调，而不是独干。他现在是蛮干下去，在加州对川普来看的话，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因为加州是美国最大的州，人口3940多万，将近4000万。美国人口才3亿3000多万嘛，加州的人口就占全美国50州的，通通加起来，它就占了1/8，人口非常的多。那加州绝对是具有指标性。我们在想到加州，想到好莱坞在加州，想到洛杉矶，想到旧金山，想到圣地亚哥，都在加州。
那加州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经济体刚才李玉芳委员也有讲，它的经济体在2024年它的 GDP 就是4.2兆，超过日本，日本4.01兆，它4.2兆，我光一个州就超过贡献全部贡献对全球的经济贡献超过全部日本，你看它重不重要？结果今天川普要对加州，当然加州它是民主党的炮摊民主党的票仓嘛。那个川普是共和党嘛，看起来这样，但是他还是民主重在协调，而不是蛮干。现在川普选择蛮干代替协调，我认为他失策了。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加州加州的选举人票非常多，我们总共538张票嘛，538张选举人票的话，加州一个州就占了54票，54票他一个人州就占了全部的50州里面的加起来，他就一个州就占1/10，非常重要的。所以自由指标他现在动乱。那这个动乱，我们知道，这个加州的这些制造业，加州的还有它的我们讲到的这个晶片，在加州的晶片，还包括加州的这个包含它的航太业，有一部分在加州，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性的。那现在加州有一些状况，有一些动乱，我认为川普的这种铁腕政策弄错了，因为毕竟美国是民主社会，他如果对其他外国，他可以这样蛮干。但是对美国内部，它不适宜蛮干因为所产生的反弹的效应会非常的大加州的经济体占全美国的1/7，因为美国27兆，但是加州就4兆了，就将近的这个1/7的，这体量非常的大。我认为都会对川普总统，不管在政治面或者经济面或者社会面，都会产生不良的效应。世界哗然，但不知道接下来加州的暴动会是怎么样的收场，有如他的如意算盘吗？其实现在世界很多的现象都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日本这个消息呢，其实2个多礼拜，将近3个礼拜前就已经发现了，为什么日本会缺米？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可是缺了3个礼拜了，居然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日本鹿儿岛周日发政府储备米。结果呢，一大堆人排队像光是首尔有个鹿儿岛市的一家，在首府不是首尔，首府的鹿儿岛市的超市还没开门营业，居然日本人民众有1200多人以上的顾客开始排起了长龙，等着领米不是有灾情，不是有天灾地变，不是有任何状况，就是除了产量不足，然后先前说可能观光客很多人来把米吃光了等等，想不到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土地资源有限，粮食自给率低的情况之下，居然今天让日本人必须要这样漏夜排队倒币潮米店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天灾人祸，天灾的部分现在呢？当然是不是之前的这个日本的漫画作家龙树亮先前还日本政府因此来怪其他的国家，怪台湾我们在散播他的谣言吗？就这个漫画里头讲到我所可预见的未来里头，他的梦境预言可能之前3·11大海啸新冠病毒预言今年7月5日会出现巨大海啸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的讨论。那现在呢，他马上有新作品《天使的遗言》要出书了，要告诉大家真正的讯息是什么，大家也在等。但无论如何，日本现在处境蛮艰难的，包括经济的困境，经济指数不佳，政局也不稳定，包括日本的首相现在面临马上的选举之外，他们的谈判到底如何？可是真的看起来还是比台湾透明啦，因为官员谈完之后，现在被说是第6轮了谈判完之后呢，马上这个日本财政再生首相赤泽亮也16号、13号之后还要再次访美，他会清楚大部分的来告诉日本人说我们要谈什么，这是第7轮，然后第6轮，然后谈什么，直接进行会谈，包括日本的首相跟美国领导人川普直接对话都准备要进行的。但他怎么说？他说日方要求美国检讨关税要美方必须全面撤回关税真的是这样吗？外电的报道，日本首席谈判代表赤泽亮他是这样，他说这种扩大贸易、非关税壁垒、经济安全这种合作是我们重要必须讨论的议题，但是美国的一系列关税却让人很遗憾。日本强烈要求他必须检讨关税，就等于要求美国全面收回关税政策。然后同时他之前不是讲了吗？包括食安等等的议题，我们不会让等等的。哇，这样当时还有米就是美国米可以进口到日本等等的话题，他也说他们不会让。那像这样的谈判，相对的也为了国内的选情必须要所因应那共军呢？这是第一次很罕见，被形容很罕见的画面是，居然大陆的山东舰、辽宁舰双航母直接逼近了日本。
这个是日本防卫省，每次这个很多的消息都日本比我们都更紧张嘛，这次是发生在日本旁边，他们更紧张了。防卫省直接公布9号公布的，共军南部战区的海军山东号7号先出现在宫古岛南方，9号进入冲绳，然后接下来跟辽宁号越来越接近，来在日本东南方这里汇合啊，这是第一次发现2艘航母同时这样子汇合出现在第2岛链这个位置，东西一起汇聚。那么模拟拒止美军介入吗？军事分析认为，这个动作就是在反介入区域拒止。那跟日本当然也息息相关，跟美国的剧本里日本角色有关。这第2岛链的机动空间，以台湾突发事态为想象的作战情境，可能会有的发展。而中国的这2艘航母首度出现呢，日本自卫队则出动了雷这个护卫舰跟 P3C 的反潜舰去因应，他特别对外还有发言哦，说这个已经透过驻北京方面的大使馆去沟通，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的适当措施，不过没有谴责，也没有负面的语言。那这当然也对于整个区域部分，日本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先前也讲啊，他没有完全按照美方的要求去介入整个战局等等的。那到底美国要收他多少军费还不知道嘛？哦，戴老师，日本的缺米啊，坦白说，我们都觉得真的是不太理解啊。对啊，因为日本的人口虽然是台湾的5倍多了哈，快5倍，台湾也没办法满足日本的米的需求哈。虽然我们台湾人现在米吃的越来越少哈，面食吃得多啊，但是问题就在于，日本缺米，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先怪在谁呢？怪在观光客。说太多的观光客来了，把我们的米吃光了。但是观光客并不是突然间一天你就有一堆有几千万人涌进去嘛，它是陆陆续续的。可是当你发现说你的米的存量有在减少的时候，你要不你就是扩大进口米嘛，你可以跟越南、泰国这些米产大国去跟他们沟通协调，或者是说赶快。所以我们之前那个奇怪的蛋进口嘛，台湾也有奇怪的蛋进来啊，然后这个公司的这个资本额很低，而且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也可以进口，也可以承标到政府的好几亿的预算哦，这个不简单的，这只有绿营的政府。主张台独的政府才干得出来的啊，不然的话，一般来讲，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再怎么样都规规矩矩的啊。可是日本都会出现缺米，不可思议哈，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到底怎么回事？那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搞台独的这种这个用几十万就可以作为一个资本额去调度几十亿或者上百亿的米进口嘛因为没有这个肥水。所以就没有人玩这个把戏哦。那当然，这个也很遗憾了。其实日本人应该要学台独的民进党，就是说让他们也能够有肥水的话，就有米进来了啊。好，这是题外话。不过我倒觉得日本的南鸟岛，也就是硫磺岛这附近里面出现双航母，中国的航母，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什么？你日本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你日本不是要介入南海吗？而且跟菲律宾搞演习，然后一直在挑衅中国大陆。你今天从早到晚在挑衅中国大陆，大陆怎么可能不到你的战略要地去走一走呢？你自己惹出来就自己承受嘛，何必大惊小怪？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各国跟美国的关税谈判其实陆续都在进行，除了大家很关注的中国大陆之外，其实日本也是，那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那日本这一次已经是第6轮了，那看起来日方对国内要讲得很硬啊，那可是却国内很多基本的问题却没办法解决，例如米。其实我跟你讲，自民党非常重视农村的利益，因为自民党很多的有影响力的这些政治人物都来自农村，所以他们可以一再连任，因为农村人比较秀俭，比较爱惜有感情，而且呢也比较保守，所以你照顾他，他回报你。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先讲气候，真的是对全世界影响，日本也逃不掉了。很多的稻米的这个收成不好，跟气候的变化都有关。种菜、种水果的人，种米的人都会有感觉。第二个原因是我刚刚讲日本的政府，尤其自民党要照顾农村的利益，很重要一件事，米价不能太低，所以有一个鼓励你减产，
减产的结果米价才能保证高，农村的收获才多嘛。我没有种很多，但是我的收获不错，这个就是自民党要刻意的讨好农业地区，没有想到这个出问题。过来的确跟观光客是有关啦。日本的观光客我查了一下，对，你看去年是破纪录的，到达3690万人观光客，3600大概就3700万人呢。你想看他一个人吃，他整个在日本旅行用3天来算好了，每天吃2碗饭，你看要吃多少？吃多少米？而且还有，你看今年3月，光是今年的3月份，刚讲是去年3月份就350万人了，一个月350万人，也是打破纪录，几乎每个月都要打破纪录，每个月在1、2、3月，每个月都超过300万人，这是很可怕了。这个的确是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因素了。当然，你如果要再去讲说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农村人口减少了，种稻米的人也变少了，因为就像台湾一样，农村都没有什么人了嘛，老人家留在那边，这个年轻人都到都市去找工作比较容易嘛。那最后如果说还要讲什么，日本政府真的反应太慢了。刚刚月薪讲的真的是没有错，日本政府看他处理福岛的那个电厂就出问题，不会有问题，他就出问题，在台湾就绝对不会出问题，在日本就保守，反应也迟钝慢嘛。你要买米不难了，这个亚太地区、亚洲就是很多米的地方，隔壁而已。泰国，对不对？越南，这些都是充满着米的地方嘛。所以日本的官僚还是慢啦，这也值得民进党政府要记得，那么喜欢日本要学好了，不要学不好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艘中国大陆的航母第一次到了第2岛链这个位置汇合，也引起日本高度的关心跟紧张。那现在它在第1岛链跟第2岛链，尤其是辽宁号的航空母舰到达第2岛链，因为它在南鸟岛，在南鸟岛的经济海域，那是南鸟岛是日本的。然后这个山东舰它又在它的西南方，就变成也到达到第2岛链位置。所以中国大陆这个现在在实施的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这方面的演练。然后它有3个战略主角的这个防线。第一道的话，我们知道美国航母过来都要从本土越过夏威夷，然后向西过来。那第一道主炸的话，就是它的导弹系列，导弹打航母。你不管是东风26或东风25或东风妖怪，它导弹打这饱和攻击，对航母实施攻击。那航母继续靠近的话，就是航母对航母。那中国大陆山东号或者辽宁号2艘，将来有一艘福建舰出来的话，变成3艘做第2道主炸。对美国的航母向前推进的话，做第2路炸，顺便威胁到关岛。那这样的话，美国在反介入跟区域拒止就瘫痪了。这第2道是航母主炸。第3道的话，鹰击系列，因为不管是挂在战机上面的鹰击6两或鹰击91反舰飞弹、超音速反舰飞弹，对这些航母做第3道打击。